萤火虫之墓并不是完全没有虚构，其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。萤火虫之墓是以二战的神户和西宫为舞台，原作作者野坂昭如战争时期住在神户，因空袭而失去了家和亲人。昭和20年9月21日晚，我死了。动画电影《萤火虫之墓》的第一场景是 JR3宫站。战争结束1个月后，清太靠着中央大厅的柱子，静静地离开了人世。清太和节子搭乘暗红色电车的场景是阪急3宫站。当年车站上的建筑物在阪神大地震中倒塌了，虽然外形变了，但暗红色的电车现在还运行着。这里是石屋川，当时清太和节子为了躲避空袭后的火灾，逃难至此。我们可以看到两边都是石坡，上面种着很多松树。从河川爬上堤坝，看到的是像野火烧过的原野一般，一望无际。兄妹两人目瞪口呆。在对面的大型建筑物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在动画电影中被烧光的原野上仅存的建筑物就是这个御影公会堂。虽然在空袭中被烧毁了，但是公会堂的一部分保留着当时的原貌，现在还可以看到被燃烧弹空袭过的痕迹。在御影公会堂的后面有一片松树林，当时清太和节子就是在这里等他们的妈妈，可是最后却没有等到。清太在这附近的国民学校见到了因烧伤而面目全非的母亲。这里是西宫的宿川，因为神户的家已经被烧毁，所以清太带着节子去找住在西宫的阿姨。宿川是樱花的圣地，到了春天，来此赏花的人很多很多；到了秋天，红叶也很漂亮。在动画电影中有一段兄妹两个人去了阿姨家以后去海边玩耍的情景，当时兄妹两个人就是沿这条路一直走去的。从这里顺着河川向南走，很快就可以看到大海。清太和节子去海边玩耍的那一幕，就是经过了宿川的这条路。河港附近还有海鸥在飞。在动画电影中，清太和节子就是在这片海边游玩戏水。在整部充满着悲伤气氛的电影中，那是一段非常难得可见的温情片段。在海边附近有个西宫回生医院，从海边回去的时候路过了这里。虽然经过了改装，与当年的外观有少许不同，不过入口处还可以看出当年的原貌。阿姨家的北侧有一个池塘，正是我前方的这个叫做 Niteko 的池塘。在左边有一个大的别墅，而在它的右边，好像就是当年兄妹俩住过的洞穴。看到这个场景，耳边似乎传来了节子的笑声。据说原来这里有很多的萤火虫。看后面这个圆顶的建筑物，在电影中也出现过。当时节子手上拿到了这个多乐普的糖果后，非常的开心，周围还环绕着很多的萤火虫哦。在日本，这个糖果现在也很受到人们的喜爱。萤火虫之墓并非完全写实，但是像清太和节子那样，孩子们经历战争甚至丧生却是事实。